包勋平，只要他出手，罪犯都逃走。我是非常爱煮也很厉害的，所以不管是酸甜苦辣咸，我一尝就知道。哎，又来一个新人。Good morning， 哎，Hello，今天是我第一天到这个犯罪调查科报道，那我查案的经验肯定没有你们两个丰富啦，所以想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指点的？这个你问我就对了。作为味觉侦探，最重要就是要眼观四处，耳听八方，这样才可以搜出最关键的线索。你明白吗？不是嘞，上次我来的时候，听说你没有成功破案哈。我有嘞，所以听我说，你找到什么线索，跟我说就对了，我帮你分析啊。哎，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来，你们两个听我讲啊。探长找我啦，他说有新的案件，走吧。OK。哎，我说啊，这个女的你听我说，我跟你说，我分析很厉害的。她不懂的。上一次我输的虽然是心服口服，但是我也希望能够赢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再来挑战自己。上次太容易了，我们3个都煮一样的，我赢在食材而已 ，no fun。所以这次回来是为了要挑战自己。哎，探长，哎，来了，哎啊，很好。哎，好，人都到齐了，那我就跟你们讲一下这案件的背景。昨晚，犯罪调查科接到了一通电话，报案者说了一句话：那间房子重复了响起耳熟能详的旋律，但是每一次都不完整，而且还有一股辛辣的味道。那这次的案件背景透露的资料也太少了，不如我们到犯罪现场看一下，好不好 Yes sir。哦，难怪你破案 ，Let's go。你们听到？你们听到？对了，跟他比较好。哎，什么意思？哇，看到这个犯罪现场相当干净，所以我怕线索有限，所以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仔细看，仔细找。那如果你觉得那证物很重要的话，就标上证物牌。好 ，Understand？ Understand。好，第一位名人大哥 OK，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什么呀？什么味道？有洋葱，有辣椒，有香茅。这个酱汁很明显，它就是三包 ，OK。然后我看到有一块一块的鸡肉，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香茅的味道。报案者有说吗？有一股辛辣的味道。对，这个就是而且我觉辛辣的味道。得那个报案者他也是吃太多辣，因为你刚才讲说他神经是，他搞神秘。哇，很快耶！哎，名人大哥，你要看一下嘞，他放了什么调味料，要注意。好，但是我看不到要记得，我的眼镜没有带来。哎，我借你，眼镜在哪里我帮你，我帮你。我借你。哎，对，我也有。就你2个放在一起就是眼镜啊。这样啊？啊，自己调。这一条，这一条。哦，这是盐，这是糖，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很熟悉的这个味道，像咸鱼，咸鱼辛辣，这像是甜的。今天你唱歌的嘛？我喜欢音乐，香菇唱的好不好听是另一回事。那当我没问过。那先呢？啊，你在看那个？没有，我不会唱歌的。其实当明伦大哥在收证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那张乐谱，所以我大概知道哦，应该是生日歌。这个像是生日快乐，新加坡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Singapore。
不是，它后面是 dash dash dash， 然后再 dash，所以那个是什么数字？几号？几号？317了。给这个 OK， 这个要靠听的才懂那数字，不用紧，争取时间。再看，数一数厨房里有几个碟子？18个碟子。不知道是什么呢？然后另外一个锅没有东西，就是一锅汤，带油的水，就这样子。好。走完一圈之后看到的食材，跟我看到的线索，没有能够帮到我的地方，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一头雾水。我就跟那锅水一样，来下一位，轩，紧张嘞，第一不要让我次。失望啊！哇，加油！哎，我很看好你的，哎，是不是？其实我是看好你们。我听得到了。先 try 先。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犯罪现场，不过煮菜那是我的主业，所以觉得我会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所以一点压力都没有。哦，是什么？我知道是什么，虾米。像咸鱼。看一下这个，刚才讲开着买龟。有东西对不对？有嘞，而且很大个嘞。Oh no！ Excellent。是什么？看一下这个，刚才讲开着买龟。有东西对不对有嘞，而且很大个嘞。 Oh no！ ？Excellent。是什么？其实我开微波炉看到里面有一个盒子的时候，我就想啊 ，bingo！ 而且那个盒子是锁着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密码呢，肯定是跟墙上的那个乐谱有关系，所以我只需要那4个空格的号码，我就可以破解这个密码。哦，有了，等，几号？我敲打那个乐器之后呢，那个答案就是3121。开了。各位观众，什么？情书。哎，哦，有图案。喂，跟食材可能一下子我想不到会扯上什么关系，因为好像没有食物跟一些酱汁还是什么是有围的。看一下，什么东西围着它？圆圆围，包包围，圈圈围，甜甜圈。我就是在心里一直念，可是找不到线索。应该是包起来的东西，把它包围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在冰箱上面也有看到一个 You are the chutney of my samosa， 所以第一个联想到可能是 curry puff， 然后因为那锅水，我就想有可能是饺子。有什么食材？看清楚。砧板拿起来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东西？有吗有了，快不围。我觉得这个面粉跟这个砧板还有香菇很可以。 ？OK， 好，时间到。今天加油，以你的经验，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是的，Yes sir。加油！去吧。试一下，我很确定是鸡肉，因为它是有点干的，我吃不出香茅，可是桌上我就看到有香茅，我只是很肯定它是比较辛辣一点的味道，没有酸，没有甜的。鸡饭辣椒有姜，你可以讲话大声一点吗？我不懂，我不会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吗？对，要故意的，他讲小我们不出是声。什么？我不会，我不会。这个有布，它一定是一个揉的动作。我其实蛮认同李念的看法，那块布的作用应该就是不要让那个砧板移来移去，然后砧板旁边的那些粉的感觉就像是有东西发生过。还有一个筷子，为什么会有一个筷子？拿来做什么？哎，
我觉得这个是线索，嗯，因为筷子是一双的吗？你搅鸡蛋，如果你用筷子也是用一双的，为什么是一根呢？而且我又联想到在砧板下面找到的桌布，应该是在告诉我们做面团的方式。过滤网有东西吗？哇，你很大胆呢，过滤网你拿来闻。等一下，这白白的东西是什么？白白的可以是蒜，可以是马蹄，可以是很多东西耶。哎呀，不懂，先放，等一下再想。我进去兜一圈好不好？可以啊，好好啊，好啊，好啊。好，来，找东西要细一点。其实桌面上蛮多线索，只是要很细腻的去找。闻不出来，我们该这种酸梅，酸梅是这个颜酸梅酱色吗？很像酸梅酱。是吗？我闻不出哎。我有闻到是酸酸甜甜的等一下，有柚子啊， ，pomelo 还是 grapefruit？它的泡，真的哦。这样这样。哎，这个感觉哦，很像个饼皮。像薄饼皮这样。对，浓 crepe 吗？啊，嗯，这个就是那种边边的。给我放的是这个饼皮，还有发现有一些图画很奇怪，是跟那个厨房不搭的。那我在想，哎，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其实左右你看得出，哎，它其实是有一个缝隙。哎，什么？可以撕开的是吗？哎，哦，哦，泰国泰国还是缅甸？比较像泰国了，比较像泰国的。泰国。So it's a Thai dish。สวัสดีค่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บ้างคะ？其实收完针过后呢，还有3个疑点还没有解开。第一就是冰箱上的图画，然后还有墙上数盘子的那张画，还有围字那张纸。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动动脑筋，要解开这3个疑点。好，那先讲1号证据啊，这个很明显，我们大家都吃出来了啊，就是3包。我想被害者应该是鸡肉，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猪肉碎呢？但吃上去口感不像是猪肉，对比较像是鸡肉，对不对？比较像是鸡肉。干一点，对不对？对对，才好，那你说香茅，有香茅，还有蓝姜，其实我有看到一根深绿色、长长细细的，感觉很像 rosemary 那种，对一种香料。是吗？OK，好，那我们去到第2个，当然生日歌。从这边我再带回来这里，什么东西是围起来的？我觉得像蛋糕，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Thai flavor 的蛋糕。有可能。哎，不一定，它还没 Thai flavor 之前，它是新加坡哎，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新加坡的美食，然后有泰国的元素。 OK， 虽然刚才你说那个蛋糕是有可能，可是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东西，会不会有可能是披萨还是什么的？因为我看到这边很多面粉嘛，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看，它就这样，可能子安是圆圆的嘛，外面是可它的 crust。对，然后我刚才有看一下这些渣，这个肯定是有一点点像那种泰式那种阿卡泡啊还是什么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泰国口味的，披萨，这锅水嘞？它口渴了。其实这锅水真的是一个最难搞的，最难搞的，就是这锅这锅水水。我觉得5号线索跟6号线索是在一起的，只是我不懂是什么啦。那一只筷子的用处在哪里？我觉得蛮重要的，对，一定要知道那一只筷子不。可能是这样啊，因为太细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披萨，也不是蛋糕，可能是薄饼。因为我觉得8号线索它确实有一个洞一个洞，看起来很像薄饼，不然就是锅贴，有时候他们会淋那个，对，它的边边，对，对脆边。对，可是锅贴的话，就新加坡到哦泰国就有点还有一个线索我忘记拍了，就是有个叉，它的叉上面哦，其实就很像是面粉沾到水，它已经凝固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它就是那个面糊，还是要制造面团？OK， 我的想法就是薄饼。所以3号的话怎么办？ 3号我觉得就是煮那猪肉碎啦，如果是薄饼的话，
可是如果你要煮呢，你的食材全部要煮熟了，你放进去，你只需要对，放。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直直接接把用那个对炒肉碎或者是鸡肉碎跟其他的三包一起炒嘛？它炒到熟了就可以了啊。弄泰式薄饼，他们不是有要做个蘸酱，然后里面的食材其实不是湿的，然后你才来蘸，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三八的蘸酱，就是猪肉煮熟了你放进去，那口感就比较不一样。 OK，所以 OK，那如果是薄饼是以薄饼的话，你觉得食材有哪些？ OK，鸡肉是主要，但是它有香菇，有香菜对，，那些是虾米给它口感更特别。那个照片应该是泰国对不对？应该都是越南吧，因为越南薄饼哦，里面的东西都是生的。越南餐他们用很多蔬菜，我们这边完全没有看到蔬菜。到蔬菜。我觉得应该是泰式。对，而且是泰式辛辣口味。好，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泰式，对不对？那到底犯罪现场我们看到的是不是香茅 OK 我去拿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香茅嘛？对，是啊，是香茅。你闻，这个好像不是。这个不是吗？那不是香茅是什么？这个是姜花，是吗？像是。哇，什么味道？吃不出。没关系。我们聊了那么久，其实还困在一些盲点。那我刚刚掌握了一个线索，我相信可以帮你们玩，有没有兴趣？当然哦，好，这个盒子里面有个定时器，定时器，对。定时器开始倒计时的时候，拿着盒子的人要说出答案，说完后要立刻把盒子传给下一个人。谁在定时器响起的时候还拿着盒子，就算失败。撑到最后的侦探就可以获得这个额外线索。第一道问题，说出新加坡的地铁站。Bukit Panjang。 Yishun， Jurong East Hillview。那快点，快点，快点， Kranji 快点 Rochor，要响了， Expo， Sembawang Bugis。快快，东巴路，东巴路。 Canberra 好，剩下我们两个啊。第二道题，说出新加坡的旅游景点。Marina Bay Sands，植物园飞禽公园。乌节路快快快！这个游戏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但是就是在时间紧迫之下，你就头脑一片空白。那个是什么？Sentosa。 River Safari。哎，不给背好，不给背好，这样好。哇，太难了。很好，很好，很好。OK， 很明显的就是宣包是我们赢家啊，恭喜恭喜！这个就是额外线索，哇你要拼那个字出来。 ，YU Yum Y M 啊 烟，我吃的那个是芋头啊，是芋头的。芋头的根呢。这样开烟 YUMTO Tom 通音。冬阴烟，为什么会有烟呢？等一下 ，OK， 你看啊，这个照片哦，有一个缝。知道了，哇，这个很难做。是什么家？知道了，这个很难做。蒜盘子，算盘子。把那是冬阴的，所以它有肉碎，它有香菇，它有黑木耳，所以才要用热水去煮那个蒜盘子。哎，等这一根呢？那个筷子应该是拿来戳一个洞，然后它就有那个蒜盘子的那个形状。算盘子，哇！难怪刚才那个讲算盘子，算一下有多少个碟子，他没有讲算有多少个盘子，厉害。算盘子是什么籍贯？客家，客家。哦，
客家人住的这个地方呢叫围楼，所以有一个围字。如果我不赢的话，我就是丢我们客家人那边。也是客家人啊不？是我福建人。其实这一道蒜盘子，我几年前真的给我妈妈做过，还好我有拍下来，因为我真的忘记怎么煮了。所以主要的食材芋头，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冬阴的配料，应该就是这样。好赢的啦。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我应该煮什么嘞？太难了，太难了。好，你们的证物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上次来，我都不懂我怎样赢的咯。我看到犯罪现场，我也猜不出到底是什么一道菜，所以我的策略就是全部眼睛看得到的都把它写下来。如果不知道也是随便猜一下，跟他写下去先，然后我再看着办。我觉得这一集的被害者就是泰式薄饼，它的关键食材当然是有鸡肉、有三包，然后它里面用的就是香茅蓝姜，所以就带出了泰式的风味。哎，我还有一样东西耶。好烦啊！那这样不用煮了啦，打开了之后我们看到我们两个可以回家了。不用紧，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证物有哪些好不好？好。很明显的，明伦大哥，你为什么没有面粉？因为我买现成的，已经弄好的是什么？薄饼皮。哦， OK，然后就是一样有鸡腿，然后你的是什么？鸡胸。然后其他的食材都差不多一样。那你这2包是什么？我这样吧，Tom Yum 啦，没有啦，因为我们讲那幅画是泰国啦，OK，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额外线索。这个不是额外线索，好这个是我推测出来的那个证物，推测啊，所以有可能是对跟错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要先问一下，啊，他讲是对的，那你呢？2个都是面粉吗？对，2个都是面粉，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煮什么，我会跟着感觉走。好，在开始之前，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天大的秘密。看到这个吗？我们以上面的指纹抓了一名嫌疑犯，那到底能不能够成功把他定罪呢？就是要看这黄金90分钟重组案情，还原真相。90分钟后，我要看到的是一道菜和一个真相。You may start now。哎，所以你的秘密武器你要现在处理啊？要，我要看，是这个啦，1、2、3，呵，芋头，我知道了啦。你知道是什么？知道哎，当我看到 Shane 把一个芋头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一头雾水，我不知道在这个泰国料理里面要怎么样用这个芋头来入菜。我看到那个芋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嘞。因为如果是算盘子的话，我肯定输了咯，因为我没有那个主要的食材，对吗？所以你很 lucky 哦，你拿到这个线索。不过其实讲真的啦，除了运气之外呢，我一定要说，是因为你们不懂新加坡有什么 MRT station。明仁大哥，你觉得现场有什么线索是跟这个芋头有关系的？ No idea， 真的 no idea。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连接到芋头的芋头糕啊， ？No 啦 ，No。OK， 那个有一个围，对不对？对。然后另外一张照片呢？另外一张图就是有很多个碟子，对不对？他叫你做什么？算盘子啊，是吗？原来这个芋头呢，就是要用来做算盘子的。可是我不认识算盘子，所以我不知道原来算盘子是用芋头制作的。哇，我很好奇耶。现在没有这个芋头，你要做什么？做算盘子，可是我用米红贵的面团，就是看起来接近就好，因为没有办法啊。我现在才想到，我会做的比你的算盘子还像算盘子。可以，哎，这个哦，我先放这边，剩一个蒜，
因为我胜算比较高，所以我放在这里，OK？ 你不要动我的胜算，在这里，这是我的胜算，OK？ 你越来越冷呢。哎，所以你现在要先煮你的芋头。对对对所以你拿到的额外线索就是芋头啦。对。可是你要知道我怎么拿到的吗？ OK，他很 serious 哎。你有玩过吗？你玩过吗？你玩过？肯定自己慢慢看咯。刚玩，你会玩吗？我不会。我 pass 给明日大哥，明日大哥你会玩吗？这个？应该是可以拼成一个字还是怎么样吧？我要讲的是哦，就算刚才他们赢了那个游戏，他们也不会达到这个提示的，因为他们两个都不会玩。你会吗？我会啊会啊，所以我才有提示啊。所以这个是小时候玩的。对。差不多是这样。啊，我知道了，去我给你们看了，没有你看喵喵喵，然后我锁进去，咚咚咚咚咚咚喵，就是这样。哦，所以是冬阴。但是冬阴的话，我的酱料没有酸的。明日大哥也是没有。没有冬阴吗？我也是没有做不了。我有酸梅酱啦，不过它是也是酸啦，也可以甜啦。多过于酸尽。量以冬阴的方向的味道。sorry。我跟你讲啊，你的食材过来就是我的了啊！你要懂你在中间呢。哦对，让我被打。你挡得了左边，你挡不了右边，挡不了右边。真的站中间很危险的，左右被夹攻哎。 OK， 好，我大概有一个 idea 了。有一个 idea 讲座，长得像算盘子的呀算盘子， ，Yep，所以你放了油，放了虾米，然后放了那个酱，就是里面有辣椒，辣椒有洋葱，有蒜头、香茅、蓝姜都在里面了。哇，很香哎，明日大哥 Thank you。 ，Got Thailand smell， Thailand smell 啊。哇的 hot and spicy。所以你现在在做什么？看可以做冬阴的香料出来吗？里面放了什么？里面放了大辣椒，一点点香茅、蓝姜、蒜、鱼乳、虾米。这个要 trial and error， 没有做过。冬阴主要的是什么？辣跟酸。酸。现在闻起来辣，不够酸。可是酸是要吃你才知道。当我确定是冬阴的时候，我就想到啊，不是酸梅酱，应该是 tamarind assam。可是我真的没有酸的食材，就是我连酸柑都没有，我连 lime 都没有，所以我只能用白醋。好，哎，那你现在煮完这芋头，你要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步骤。啊？哦，明伦大哥，你看，我在犯罪现场找到的那只叉子，就是这时候用的，对不对？对对对，哎，所以你的面粉你只放那么一点哦，这不是面粉啊，这是木薯粉啊，所以它才会有那个 QQ 的那个，然后还要加什么？加点水。哇，很香哎，很香哈。你煮了这个rampa趴，还有鸡肉，加了黑木耳，还有香菇，所以这一道菜是拿来放在哪里？跟蒜盘子一起吃。哦 Yes。所以是要包在里面。所以现在怎么样？那算盘子很好啊，可以吗？可以啊，因为它根本都不是算盘子嘛，只是长得像也 OK 的。长得像就好。OK， 我们来想一下，刚才在犯罪现场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在这里？我觉得那根筷子是用来试那个芋头软的嘛。是吗？还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哦，也有可能。算盘子是不是这样？谢你啊，谢谢你，探长。哎，有这样深吗？你需要这样用力吗？因为我的是面粉，它会弹回来，所以我需要用力一点。哦，所以它会稍微我觉得弹回会啦，来，就不会那么深。看它已经慢慢在弹回来，因为我用面粉。哎，它没有用筷子，哎，它是用手指。哦，你之前做的算盘子都用手指。那你觉得筷子拿来做什么？可能是这样，也是可以，这样吗？可是我不是很清楚。好，我要看明伦大哥，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其实也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我想大概有那个样子吧。我看到我自己的食材是不可能做出一个算盘子的，因为我没有面粉，唯有的就是薄饼皮，所以我就尽量利用薄饼皮去还原
可能样子不像，但是至少可能口感像吧。可以吃吧？哦，对，可以吃猪了，哇，吓死我哎！因为他什么都放进嘴巴，是不是？对。吓到吓到。试试看吧哈。嗯，其实我在想要把它弄成圆形。对啊，不过它一定要很厚，它才会有首先那个像算盘子这样的口感。因为薄的话呢，它的汤汁会渗透过去。对，你现在放什么？那个香茅。对。哦，所以你就是要把它放进去，然后包起来。OK， 所以今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我要快点，放进去煮。因为它开始干了有点干了。OK， 所以你现在是要煮10分钟。差不多。可是因为等一下会炒过，所以最少也要8分熟了。但是哦，在犯罪现场，它的锅是有一层油哎。可能他有放油，然后再去过水，还是不要让它粘在一起。我记得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是没有加油，所以是还好。你看那你的那个芋头搞到评论大哥在那边不讲话，还一直叹气你看我接不了口呀。啊！你包这样厚啊？不是吧？是。这样咬下去又不是很硬，因为等一下摆着的时候它就干掉了，它就变成硬。这样你应该放2、3片，因为你现在太多了哎。OK， 我们试试看啊。因为我觉得太多，它可能吃不到，太硬了。没有可能，你这样压给它粘在一起，可以吗？不行，要怎么样粘在一起？我已经用叉子，就是压了不行。啊，没关系啊，就这样放。其实，在烹煮的过程压力很大，我也很担心没有办法还原，这已经是很糟糕了。然后甚至连像样的一盘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端上来。所以我知道说，虽然自己没有办法100%的还原，但是至少要端上一盘像样的东西来。我试了自己的算盘子，其实我刨去凸出来，因为它是面粉做的，它这样圆圆乎乎的，吃起来它口感是很硬的，而且很难熟，所以我觉得蛮难吃的啦。哎，你捞起来还要过水啊？过冷水，为什么？所以它不会继续的煮。所以现在它的这个熟度差不多了。然后今天你现在在炒它的冬阴酱。对。那你的冬阴酱够酸吗？我需要用醋哦来调那个酸味。那你加了醋会不会影响冬阴的味道？因为醋很强哎，它的酸。我觉得。好，我突然间我看到，我觉得 OK 啦。突然间我看到评论大哥，这里也叹气，那里也叹气，可以啦。所以你炒完这个香菇、黑木耳，还有鸡肉，然后你就跟蒜盘子一起炒，然后再加上这个冬阴酱，对，就完成。是的。好，Shane，你现在做什么？炒那个配料。哎，等一下，你们2个炒的是一模一样哎。差不多。你不要 copy 我哎。OK， 所以等一下你们的调味料是放什么？你们要不要同时一起讲？等一下你又讲他抄你。没有啊，我已经懂他要放什么了，他就是放他的 shortcut 的冬阴酱，对吗 ？shortcut 了呀。shortcut 啦，我是做 from scratch 的嘞。诚意很有诚意。明仁大哥，你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对不对？是。你觉得这样子香吗？要不要穿 ？OK， 好。怎么样？有没有像？我觉得 OK， 可以，我觉得可以，至少有点小小诚意。我觉得，而且你包了，对不对？不要用完啊，因为蒜盘子有些是在外面，感觉很像你炒过这样。好，感谢感谢。啊，你好啊。好了好了，Wow, looks good, man。我觉得是不错，你们看我一直在吃，可是我觉得少了一点东西。少了什么？少了一点掌声。真的很想打他哎。还有5分钟。还是不 confident 呢，我对我的酱没有信心。哒哒哒。选好了。一下子啊！哇哦，你还会选？探长，我好了。好，时间到，哇，来给自己掌声哦 ，very good very good。这黄金90分钟呢，看得出你们很用心的想要还原真相，但是你们的推论会不会接近主谋的如意算盘？我们现在去拷问他，好不好？好 ，Let's go。来，走。
好。Chef Charlie，干嘛那么客气，对不对？快，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个嫌疑犯？我先问，那个锅里面的到底是什么肉啊？喂，我最喜欢的就是圆圆又胖嘟嘟的又 Q 的 animal。哇，有讲等于没讲，鸡也是胖胖的圆的 Q 吗啊。 OK， 到我，我觉得我们对他太客气了。哇，痛不痛？痛！你到底是怎么用那根筷子的？筷子两只放在一起，可以拿来吃饭、夹菜、吃面。假如是一只的话，你可以拿来做案子。哦，假如你有一个面团，你插一个洞，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哦，也有可能。算盘子是不是这样？谢谢你啊，谢谢你，探长。哦， Thank you， 探长。 OK， 好，那我再问你，在犯罪现场，我看到有一锅水，那一锅水是用来干嘛的？哎，明伦，哎，你有泡过温泉吗？有啊，泡温泉不可以泡太久，对吗？泡一下子就要起来。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身体黏黏，你就要擦一层油，就不黏。重点是你跟谁泡温泉？没有，我没有，真的。 OK， 到我也有问题。请问，不用请问，为什么这样有礼貌？跟我说，我在犯罪现场找到果肉，到底是 grapefruit 还是柚子？我喜欢小小的、圆圆的，我不喜欢大大的 grapefruit 跟柚子。好，你还真的以为你是艺术家？你现在就试一下这3位的艺术品，然后跟我说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找什么？哦，哇，是第2口哦。哇，重点是 reject。第2道。哇，他好像比较喜欢这个哦。圆圆 QQ， 好。杂交没有加分哦。哎，而且他讲他喜欢下小力的，哎，你的很大力。太大了。 Zinia 的 actually 看起来像算盘子，但是吃起来是的太硬。不要讲太硬啊，可能是我没有牙齿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啦，跟他讲 sorry，真的吞不下去，我就拿出来了。好，吃了他们的艺术品，说有没有人接近你的犯案手法？恭喜你们破解了我的密码。锁头密码 ，of course。你以为难得倒我们吗？太容易了把被害者端上来。哇，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被害者长什么样子。哦，好，那你可以说一下你的犯案过程是什么吗？犯案过程我分成3段，第一段是芋头，首先我们就要削皮，削了皮切小小块，拿去蒸，给它软，软了就稍跟它 mash， 对，mash 了就放那个粉，什么粉？木薯粉，哎，所以你的面粉你只放那么一点哦。这不是面粉啊，这是木薯粉啊，所以它才会弹牙。然后我就一粒一粒搓，搓了用筷子，一个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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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放一个烧水，放油下去，再拿去 boil 到它浮上来，我们就捞起来，然后过一个冷河。哎，你捞起来还要过水啊？过冷水，为什么？所以它不会继续的煮。之后从冷水中捞起来，加一点点的油，
防止它们连在一起。然后就炒那个冬阴 base， 它的 base 有蓝姜啊、香茅啊、红辣椒、lime leaf， 还有 shallot garlic 啊，这些就去搅成一个 paste， 然后慢火去炒，炒到它香。最后我会加一个阿三水下去。炒好了，我们就起锅，爆香那个大葱、虾米和蒜蓉，然后我们又放肉碎。肉碎炒到它差不多熟了，我们就加煮好的冬阴 base 煮一下，然后我们就放黑木耳、香菇、柠檬叶，最后我们才来放蒜盘子，然后放一点鱼露跟青柠檬汁，就是冬阴蒜盘子。很好，哇，很好吃哎，很好吃，对，真的很好吃，冬阴的味道很香，蒜盘子很很软，所以你用猪肉对吗？是猪肉，可以用鸡肉取代吗？也是可以啊，你可以把 recipe 给我吗？可以。好好吃哦，我很喜欢。所以你没有用到 rosemary，改次的 recipe 我用，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lime Lime leaf， leaf 你是把它撕没有切丝。因为我们就看到深绿这样长长，我们以为是 rosemary，对原来是 lime leaf。那蒜盘子哦，它的面团要怎么样做才是算是好的蒜盘子？第一点就是芋头是要买泰国的，芋头有的人是放水拿去煮，有的去蒸，因为放水拿去煮，煮好了你拿上来它有水分，对，有时水太多啊，你捏起来会很黏糊。我们蒸的话呢，倒出来是很 dry 的，说太 dry 的话也不可以，你们还要放水，然后用粉去捏，捏到好像汤圆的手感，不会黏就可以了。啊，这个要靠很多了它就会经验硬。难怪它的很弹牙。对，好，好吃归好吃，还是要说谁成功还原真相。明伦大哥呢，他有创意，谢谢。他的料好吃，只是这盘不像蒜盘子。对，好，谢谢。今天呢，它的蒜盘子像面粉果，但是它的配料的seasoning很好。很好哦，我自己炒哎，不错，很好。自己做哎，我没有买包装，不像。全包的蒜盘子真的是蒜盘子，只是它的seasoning全部不够，不够咸，不够酸，香味都没有，只是吃到虾米味而已。我觉得他说的对了，只是长得比较像一点点，其实味道差蛮远的。好，所以谁成功还原真相？最接近的话是，宣宝。恭喜宣布成功破案，真相大白了，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这起案件的主谋就是 Chef Charlie。跟我回泰国啊！拜拜泰国对吗？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เร็วๆ。真的很好吃。我其实还以为可能是我哎，因为我听到他讲鲜的不够味道，不够咸，不够酸，什么都不够，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味道上我有赢Shane，就是口感上面，因为没有那个食材，可能输给他。可是最后选到Shane的时候，我也心服口服啦，因为我吃了他的蒜盘子，其实蛮好吃的哎。这次输的很理所当然啦，因为没有芋头，没有办法做出蒜盘子。但是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把我最大的冒险精神摆上来了，对得起自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在这里祝新加坡60岁生日快乐！祝新加坡66大顺，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祝你生